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了。好，那刚刚聊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了游戏环节。首先第一个游戏给4位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因为刚刚说到爱奇艺嘛，其实提到爱奇艺，很多人会想到一个夏天很甜、很酸酸甜甜的水果，就是猕猴桃。猕猴桃啊，我们每个人桌上应该都有一个吧，好不好？这个猕猴桃给你们是有小小的任务在的哦，你们需要在这个猕猴桃上画出一个你们心中4位当中其中一位演员的形象，并且给这幅绘画命名啊。我们有一个卡纸，可以把你们的名字写在这个卡纸上面。我们会把这个内容物作为礼物分享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爱奇艺的 VIP 会员们。来吧，我们准备开始了啊！先写名字还是先画呀？可以先画，然后再来想名字。好，我看到云溪和玉琪那边很快的就开始着手画了，写了起来。然后这边也加入了。我们待会儿呢也会把演员们，因为猕猴桃送给各位，可能寄到各位手中的时候就已经过期了啊，所以就不太方便。我们待会儿会把演员们写的这个绘画的命名，然后卡纸送给各位，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爱奇艺，关注我们的微博账号，来了解一下后续的抽奖会是什么样的方式来送给各位。那结束之后呢，也要请4位给这个你们绘画的猕猴桃拍一张照，把这个照片作为留念分享给大家。一彤画的角度非常的刁钻呐，我感觉你360度都在。我这个角度看他在雕刻，不是在画。作为工艺品啊，这角度很刁钻了。这不管是谁，这都应该好看，不是吧？可以，这份心非常的感动。这个，我都看到了玉琪画的，突然有一种绝望的感觉。玉琪画好了是不是？玉琪画好了吧？好，这样曝光我，没办法，我就都看到了呀。来，加油了！最后的5秒，来加工一下。5、4、3、2、1 ，OK。来吧，罗玉溪同学，先看看你的。好。咋了？看得见吗？这画的是一个什么内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见。我画的是一片雪花，表示着我上官透心里边最重要的那个人。对。跟虫雪之雪这个名字也是有着关联的。那我们给他起一个啥样的名字呢？你可以写在卡纸上，顺便签上你的名字。好的。玉琪，那这样吧，我们先看看玉琪画了什么，然后我再想取什么样的名字。好啊。然后我们是，哎，现在能看见吗？哎，看得见。这是一个光头的男孩吗？还是？对，这是一个光头的男孩。其实我最开始在传闻中听说上官透的时候，就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光头男生，但是我又怕透哥哥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就是有一点点的生气，所以我还给他加了3根毛在头顶上，名字就叫做上官卤蛋，因为光头嘛，就像那个鸡蛋似的，然后卤蛋的味道呢会比较好吃，所以就叫上官卤蛋。好，我已经可以预想到云溪写的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名字了啊。OK， 好，这是2位的画作。那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你在他心目中一开始的印象是一个光头嘛？云溪在他心中的印象，所以这次云溪是解锁了一个新的造型吗？新的发型是吗？在戏中？嘿，你猜呢？我们真的会有机会看到你光头的造型吗？嘿嘿，想吗？我应该埋个彩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图，然后变成真人版之后的云溪，我们有可能在这部作品当中看到云溪挑战一个新的造型，一个这个光头帅哥的造型。确实，光头是很考验颜值的一个发型了。廷威，你是画的什么内容？我们一个一个来给大家解说一下，好不好？廷威，就我画的其实是很简单，就是虫雪之在穆远心中的样子，简简单单，然后一天到晚都是开开心心。然后给你看，他画也是光头，雪之。我画的也是雪之，但是这样你就看出来了。你看我多么用心，我还画出了他经典的那个小我。因为你这个形象很可爱，就是很符合这种可爱的这种水果的形，觉得就很贴合你，而且就是很可爱大眼睛。最感人的是头发。OK， 那你们2个作品的名字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写在卡纸上，然后签上你们的名字。我们后续会通过我们微博上的活动或是网页上的活动送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爱奇艺 VIP 会员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哇，这写的也很认真。
云溪已经完成了，是不是？云溪这名字挺长啊，给大家念一下吧。哎，你那么长？叫做光头透看雪一片片的飘落，又名雪落卤蛋。就是我刚刚说的上官卤蛋，然后一个我印画了一个光头。象最初的透哥哥的形象。我把那个猕猴桃生的内容又画到了我们的卡纸上，送给粉丝朋友们。好 ，OK， 我们再看一下廷薇一彤。小公主，我的是可可爱爱奇异之，好，可可爱爱奇异之，这个一语双关。而且这看还有爱奇艺连在一起。nice OK， 好了，第一个游戏结束了，4位都圆满的闯关完成。第二个游戏可能有一点点的难度，会有一些考验你们彼此之间对对方的了解。比如说，你看他说谎的时候是什么表情啊，或者紧张的时候是什么表情啊。因为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谁是卧底”，每位呢都会获得一个词条，其中卧底的词与其他3位的词是不相同的。每一个人都有成为卧底的可能性，我们需要找出卧底，但卧底需要隐藏自己的身份。我们看看谁会获得最终的胜利，好不好？来，我们请4位都闭上眼。同时闭上眼，对，我要向你们展示你们的词条，我会一个一个的喊各位睁开眼。来，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把这个卧底的词条拿来。第一个，罗云熙，请睁眼。你的词条是，接收到了吗 OK， ？OK， 好，请闭眼。知道了。接着，陈玉琪，请睁眼。你的词条是 OK， 好，接收到了。接下来，邹廷薇，请睁眼。你的词条是看得到吗 ？OK， 好，邹廷薇，请闭眼。最后的最后，田一彤同学，请接收你的词条。看得到吗？我会调整一下。看到了。好 ，OK， 来，我们4位演员请睁眼。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第1轮的阐述。四川人都会喜欢吃。四川人都会喜欢吃。OK， 玉琪。成都人都会喜欢吃。哦，这个更具体了一点啊，但有一点点相似。我们看一下第3个。辣。四川人都会喜欢吃，成都人都会喜欢吃辣。它也有不辣的。说的有一点点相近啊。最后总结一下，就是四川人喜欢吃，成都人喜欢吃，有辣的有不辣的，这个非常的抽象。我不知道第1轮你们能不能投出来。可以回想一下刚刚大家说的时候的表情，比如说一彤有一些犹豫，或者说玉琪有一点在模仿前面的这个答案，他会不会根本拿到的是不知道的词条，或者是云溪有没有在乱说？我们再看一下啊，来。我们听听第1轮你们会选择谁？云溪，你选择的是？第1轮呀，第1轮就选。再说一轮吧。再说一轮吗？再说一轮吧。OK， 好，也可以为你们放松一下这个规则哈，因为第1轮确实，大家说的都比较相近，很难以抉择出来。我们看看第2轮喽。人多吃的时候会更开心。人多吃的时候会更开心。OK， 玉琪。一般大家杀青的时候，或者是没戏的时候，都会相约去吃的东西。哦，杀青或没戏相约去吃的东西，这个，因为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调辣的程度。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辣的程度。可以选择辣的程度哦。OK， 对，一彤。它里面的东西有很多样。有荤有素。哦，有荤有素，里面的东西有很多样。第2轮发言结束，这一轮大家必须要选出一个你们心中认为是卧底的人，把他淘汰掉，看看你们选择的是否是正确的。来，我选廷薇吧。为什么呢？因为我感觉我们3个人说的都是属于是有一个具体的形象了，但是廷薇这2轮说的就是在描述一种很多东西都可以满足到的一种情况。哦，说的有点模棱两可。我选一彤吧，我觉得他说的就是有很多，但是也挺对的，但是又觉得好像也是挺模棱两可的。就选他吧。
我也想选一筒，是有荤的有素的，这等于没说呀。我说的是辣的程度可以选择，这个不多见吧 ？OK。但是你在那里边有荤的有素的，这个好像是范围太广了。OK， 所以选择了一筒，来一筒。有在混的嫌疑吗？我选择廷薇。好，来 battle。好，所以目前看来2比2平，是不是？2个选择廷薇的，2个选择一筒的。这个要再投一轮吗？我们再来投，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轮，好不好？最后一轮我们来看看能不能选出来。就我们2个说吗？2比2平，对，你们2个说，因为你们2个的票数是目前为止比较多的。那我就再具象化一点吧，鸳鸯。鸳鸯。一筒。我喜欢蘸麻酱。你喜欢蘸麻酱和鸳鸯 ？OK， 这是他们2个的。云溪已经把头埋进了自己的手臂，很难，确实很难哎。说的感觉好像都对。云溪，你觉得呢？我选择吗？你们2位可以再选择一下。因为我心里边估计应该有底了，所以我觉得我选不选都不重要。OK， 他们2个就要淘汰一个。因为穆远哥，他怎么说都是我们崇火宫的人，所以我肯定就只能去打亲情牌了吗？给你点赞哟。好，开始沾亲带故了啊！大家开始，所以这一轮我们淘汰掉的是一筒。那我们的平民有没有获胜呢？有没有成功的将卧底选择出来呢？恭喜你们选择错误。OK。好，所以卧底还在你们3个之中哦，卧底还在哦。再来一轮好不好？还是我先说吗？你先说吧。我先说的话，他会热气腾腾。热气腾腾。在横店的时候，我有约大家一起去吃。大家想回忆一下啊，玉琪在横店的时候有约你们去吃什么？是不是你们心中的那个词？2个字。很犹豫了。2个字。哦，你这么具体了，你这个讲出来可能就很容易被淘汰掉了。2个字。就剩3个人了呀。2个字。再不跳就没机会跳了。好，来，罗云熙同学，你认为这一轮你会淘汰出的是？我打死不会投崇雪之，所以我就会投穆远。对。哎呀，这个甜甜的守护啊，来吧，崇雪之。我太难了，我可以自投吗？所以你怎么说？不是你自投，廷薇也会投我，所以就是一人一票。因为我已经选择了拓哥哥，然后在剧里面已经伤害过了穆远哥，我不能现在又伤害穆远哥，所以我自投吧。还有这种操作的 ，OK， 我们看看啊，这是投自己了。那玉琪自投的话，云溪怎么看？他做什么都是正确的，他投自己，我也不会投他。好，我们看穆远最后一票了，你投给谁？我选云溪吧，我觉得玉琪说的好像没有太大的问题，除非他猜到。在这轮当中，如果你们没有投出卧底，那你们的游戏就结束，平民就失败掉了。目前为止平票的情况，那恭喜卧底获得胜利。我们来看看，我们平民的词条是火锅2个字啊，刚刚已经透。那我们卧底的词汇是什么呢？麻辣烫。来，卧底自己举个手吧。谁是卧？哎呀。玉琪同学啊，雪芝，恭喜你他猜到我们是什么了。其实我从云溪一说我就知道了，四川人爱吃的一般都火锅，很少去吃麻辣烫。对，败在了第一个上面啊。OK， 好，那恭喜我们的玉琪同学，崇雪之获得了谁是卧底游戏的胜利。但云溪，你刚刚真的你很早就猜出来了，但是我感觉你一直是在守护着这个崇雪之的哈，你完全没有在投他的。对，其实我在第2轮我就知道了嘛，就是当那个廷薇，其实廷薇和那个一彤他们俩说的特征都是火锅。对，然后我一听那个我是在跟票。对，玉琪就直接是跟票的情况，然后我就其实知道他是卧底。
OK， 好啦，所以在戏中其实上官透也是一直默默的守护着我们的少公主重雪芝的。我们看看我们这份守护的情谊啊，在稍后的《月上重火》的播出当中，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去解锁一下。好了，那这个游戏结束了。最后，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火锅这个关键词不是平白无故的，因为我们今天的关键的整个活动的主题就叫做云开火。开的是什么火呢？我们邀请到工作人员来上火锅。我们廷威也可以去到，廷威一同我们去到火锅的区域，好不好？好。我们今天为4位准备了热气腾腾、香喷喷的火锅。好，那其实可以看到面前大家有准备各种各样的菜色。这个菜呢不是我们准备的，而是关注着你们的粉丝朋友们为你们准备的。他们看一下啊，这个题板上写了他们为你们准备了什么样的菜。Você já reparou que nessas lives de promoção dos dramas o MC sempre ganha? Eu mesma não ia querer desafiar ele. Tá gostando? Essa live foi postada por um perfil de fã, então a qualidade não é das perfeitas, mas o importante é conseguir entender o que eles disseram, né? E sobre a terceira parte, tudo o que posso dizer é que o MC deve ter adorado. Assista para descobrir o motivo. Beijinho, Darling!